好来后，晨曦森林。这里是废弃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禁区，白俄罗斯部分。1986年的那个春天，历史拐弯，大部分放射性沉降物落在这里。白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边境线边划分了这个波列斯克保护区。事故发生后，人类撤出，切尔诺贝利被彻底封锁。跨过这扇红色铁门之后，就是切尔诺贝利方圆30公里的绝对禁区。现在，我会和大家一起重返这个人类禁区，看看40年过去，人类消失后世界的样子。我现在在的这个村庄呢，也是最开始切尔诺贝利有人居住的时候的村庄。现在呢，很多是科学家跟工人，他们经常会研究一些，比如说花卉的变异种啊，就是做一些跟科学研究有关的事情。没错，一部分事故后的禁区变成了地球上绝无仅有的天然放射性生态实验室。当时的辐射尘埃分布非常不均匀，大部分落在白俄罗斯境内。致命的同位素碘131半衰期很短，几个月内就已经彻底消散。构成保护区长期污染的同位素主要是铯137和铯90，半衰期约为30年。现在距离事故已经过去了40年，这部分放射性物质的总量已经自然衰减了1半以上。带领我的向导不是专门的导游，而是一名植物学家。他主要研究保护区的植物如何抵抗辐射，并且保证在这里不会发生森林大火，造成辐射污染物扩散到空中，产生2次污染。我们的司机则是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亲历者，他一直生活在隔离区外的小镇，事件结束之后也继续在那里生活。事件发生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被告知和家里人要分开3天，结果分离了3个月，自己和妹妹分开被带到特殊的夏令营。当时呢是按照学校和年纪进行驱离的，他的父亲不允许被同行，也不知道自己孩子的行踪，被调度在辐射区的附近，作为搜救员撤离当地的居民，以及运输缺乏保护的清理人员进场。Взрыв 4-го энергоблока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атомной электростанции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Украины. 1000 гектар. 向导随身携带盖革计数器，计数器有个实时的读数，是个每分钟计数。辐射的照射是极其随机的，一般要把计数器放置一段时间，才会得到我们所熟知的微丝伏每小时读数。那除了我们可以用盖革计数器检测我们体外的这个辐射程度，那像之前会有这样的仪器，你坐在上面就能够检测你体内的一个辐射量。我上回的地图就讲述了切尔诺贝利周边目前土地的使用情况。像我们所在的这个限制区呢，因为辐射水平的下降，它已经是允许有科学家跟一些农牧业的活动在这里。那红线之内呢，也有一些农牧业的活动，不过人们是禁止拜访跟参观的。跨过这扇红色铁门之后，就是切尔诺贝利方圆30公里的绝对禁区。进门不远处可以看到很多纪念的石块，上面写着曾经小镇的名字、居住的人口和撤离的时间。
现在在这里啊，身边全部都是鸟鸣声，还有风吹拂过森林的声音。站在保护区的瞭望塔上，视线越过针叶林，地平线尽头巨大的拱顶就是事故的起点，4号反应堆。1986年，苏联的清理人浇筑的混凝土石棺，30年后就已濒临崩塌。之后，工程师们在反应堆几百米外的安全区造了一个新的3.6万吨的罩子，通过轨道移动盖在反应堆的上方。这个新掩体就算撑满设计寿命的100年，面对底下的钚、239等各种半衰期几万年的放射性元素，也只是相对短暂的时间，算是只能先解决这一代人的问题。现在当然没办法进入到核电站控制室的内部，但我曾经进入到另一个非常类似的前苏联风格建筑当中，那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太阳炉。那里有将光汇聚成几千度高温的巨型抛物面和钢铁支架，如今大多数已经和切尔诺贝利的反应堆一样，被废弃，接受着氧化。安全的辐射范围应该低于0.2，而这里的辐射已经到了1.6。有些地方的损蚀技术很高，真正的死神不悬浮在空气里，而是蛰伏在脚下，在泥土和废墟的积灰当中。放射性微尘被永远的固化在了土里，日复一日的轰炸细胞。所以在这片保护区，敬畏历史的方法非常具体，就是连它的一粒尘埃都不要带走。随后，我进入到更多的保护区废墟，窥探在1986年5月被强制暂停的生活。这是1986年之前的医院了，现在完全被废弃，还有当时的药品，甚至都在这个椅子上。在这个视频里面，你们所听到的声音都是切实的收录于切尔诺贝利的当地所有的鸟叫声、雨滴声、溪流声。这个是以前用来治小孩子的一个房间。我没有预期这次的画面会让人感觉有点恐怖，因为这里面实在是太昏暗了，不得不使用一些手电筒啊，要不然看不清楚。地上全部都是散落的文件。但这些景观呢，是人为被摆出来，方便我们摆拍的。因为核辐射太过于的安静和无情，需要这样符号化的象征，给大家一些视觉提示和刺激。这里可以隐约的看见写下这个的日期是1980年，字迹已经非常模糊了。这个药品里面啊，已经长满了霉菌。那个手术室记录的病人信息就更复杂了。
这次在拍摄镜头的选用上是带了一枚 Helios 58毫米 f2，俗称巴雨怪，也是前苏联生产的一个苏味非常浓厚的镜头。最重要的是，它价格很便宜，只要300多块。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些孔洞，这个是以前电影院后台放映机放置的地方。这墙壁上是一些关于保险的广告。1986年之前，这里的人们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没有太大区别。买保险、存积蓄、规划子女的教育，直到他们无法理解的尘埃随风落下。没有任何一种保险能够赔付整个无法回去的故乡。在学校的走廊尽头，看到了很多前苏联配发的儿童防毒面具。在1986年之前，这里的学生演习防范假想敌的核打击，他们做好了军事上应对世界末日的准备，但没有人告诉他们，真正的灾难发生时，没有任何声响，没有气味，只是随着风和雨水悄悄地落下在这里。这是废弃的幼儿园，在幼儿园的床上，你可以看到没来得及带走的小朋友的洋娃娃。学校的物理教室摆了很多的实验仪器，而在旁边的地板上有一个碎片化的地球仪。这是我看到的整趟旅程最有隐喻感觉的画面。白桦树的墙壁跟树影相映成趣，然后退一步发现这个其实是断壁残垣的一部分。再退一步看整个天顶已经塌了，这个以前是政府部门的大楼，现在呢，自然光完全的漏了进来。你看到了吗？在这片禁区里面，所有的植物还在肆意生长。草长得越来越高，一点点覆盖人类曾经生活的痕迹。核污染区常常被描绘成寸草不生、充满变异怪物的焦土，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事故摧毁的只有我们人类自己生存的家园。大自然的一阵风，一场雨，
几年的时间就轻松抹平了这些痕迹。想要离开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只麋鹿。生命们早就找到了自己的出处，而我们人类还在不停地为犯下的错埋单。每一次我们试图欺骗规律，都是在向真理透支。切尔诺贝利是人类留在大地上的无眼墓碑。人类因为无知而有的自傲情绪不值一提。好，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这里是晨曦 Stanley， 让我们在世界的下个角落相遇。See you in the world。